Hello，各位爱变质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吃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能过圣诞节是艾芙琳喜欢冬天的唯一一个理由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象征丰收的麦穗圣诞花环。如果你上一集跟着艾芙琳勾了枣形针诠释的圣诞树，那么这一集也请你跟我一起继续钩织这个花环。花环的主体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可以准备圣诞风格的颜色。主体主要使用到了绿色及红色，而花环边缘的钩织可以准备带有闪丝效果的线材，让它带点 bling bling 的效果。我使用了幻彩空心纱，另外准备了直径 6.5 公分的铁环。如果你没有铁环，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代替。你可以寻找硬一点的塑料板，比如这个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资料夹，裁下相同大小的圆圈，再将它剪成一个空心的环，甚至使用这种发圈也可以。而装饰的部分用到了彩色绒球或者是仿珍珠，而圣诞节一定要有 Jingle Bell， 所以可以准备一些金属铃铛。工具上使用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，还有接着剂。影片中这个花环的完成尺寸直径大概有12公分。首先我用绿色左手绕线起针，将这个环置于毛线前方，接着钩针穿进环里，带出线来，再锁一针。这个锁针不算针数。刚开始钩织时，可以将这个线头一并包着钩织，之后将钩针穿进环里，带出线来，开始钩织短针。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而无论你准备的这个环材质是什么，尺寸略有差异也没关系。在这个环上钩织短针时，短针的数量都是2的倍数。在这个直径 6.5 公分的铁环上，我大概钩了56个短针。当我们在这个环上钩完短针之后，我们可以检视一下这些短针的密度，这些短针是否已经完全覆盖了这个环。不要将这个短针钩得太密集，我们让针目的宽度符合钩针的粗细就可以。确认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也就是做记号扣的地方，将头尾相连，结束第一圈。接着第2圈，我们先钩3锁针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算是1针，我在这一个起立针上放上记号扣。接着我们在它右方的这个针目钩一个4中长针的枣形针，钩针绕线，再穿进针目带出线来。这个动作在这个针目里总共4次。最后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4中长针的枣形针。接着再一个锁针固定住所有的线圈。接着我们要空1针，一开始的针目比较不好辨别，这是起针的第1个针目，也就是上一圈结尾引拔的位置。而这是第2个针目，我们跳过这个针目，在下个针目里钩织1个长针。接着又退回来，在刚刚跳过的那一个针目上钩织4中长针的枣形针。钩完枣形针之后锁1针，接着跳过1针，之后我们按照这个规律，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完成这一圈。因为第1圈我起了56个针目，所以在第2圈我会有28组枣形针的花样。
第2圈循环钩织结束，回到第1针，也就是这个长针起立针上引拔，完成第2圈。接着我们将织物翻面，此时我们可以来辨别一下针目，在每一组花样里会有3个针目，藻形针的眼第2个、第3个，下一组藻形针的眼第2个、第3个。第3圈，我们先钩3锁针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。第1针我仍然放记号扣，接着我们往右方，在藻形针的这个眼这里钩织4中长针的藻形针。接着1个锁针，再来会跳过2针，如果看不清，那么就记住在眼的左方这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。接着退回，在右方藻形针的眼这里钩织4中长针的藻形针。然后1锁针，跳过2针，从下一个眼的左方针目开始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如此循环钩织，直到这一圈结束。这一行的藻形针花样数量跟前一行一样，只是左右相反，形成一个麦穗的图案。这一圈钩织结束，引拔在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个长针的起立针，让头尾相连。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藻形针的花样是左右对称的。接着我们为这个花环钩织1条吊绳，我们继续钩织锁针，这条锁针链的长度可以按照你的需求，我为它钩织了45个锁针。接着回到原本的针目上引拔，之后就可以断线，利用缝针将线头给藏好。接着我要为这个花圈钩织边缘，我们可以用白色或者是带有闪丝效果的毛线，比如这种幻彩空心纱。我们从吊绳底部其中一个针目引线，引线之后锁1针，接着1个锁针，再下一个针目引拔。我们可以将这个起始的线头一并包着钩织，沿边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直到这一圈结束，将这个花圈的边做一个装饰。围绕着花圈钩织1圈之后，回到起始的针目上引拔。接着就可以断线，藏线头。最后你可以用你想得到的任何方式为它做一点装饰。我用红色的线为它钩织了一个蝴蝶结。我们锁边起针，起48个锁针，第2行钩织2锁针作为一个中长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算是一个中长针。我在这个针目上放记号扣，接着我们往回数，在倒数第4个锁针上开始钩织中长针。这7个中长针包含一开始的中长针起立针，
而当我们钩织偶数行时，所面对的是织物的正面。接着连续2个引拔针，之后14个中长针，中括号的内容循环钩织2次。我们按文字解钩完这一行，第2行结束，翻面。第3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。这一行我们挑后半针钩织，也就是远离我们的那一个半针，我们按文字解钩织。而这一行的引拔针也会是上一行的引拔针位置。第3行结束，翻面。针目的安排跟第1行一样，只是钩织在后半针上。第4行结束，引拔断线，利用缝针藏好线头。蝴蝶结的织片完成后，将背面面对我们将两旁的凹陷对准中间的凹陷，折成蝴蝶结的形状。另外再取一条线段缠绕蝴蝶结的中心，穿进铃铛后再打结。最后利用蝴蝶结中心的线头，或者用接着剂将它固定在花环上。最后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装饰这个花环，你也可以将这个花环变化不同的颜色，这样这个具有丰收寓意的圣诞花环就完成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